Hello， 大家好呀，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孔雀都市第2章的故事。上一章我们说到，在熙是大财阀家族的儿媳，只是老公俊赫是一个私生子，并不是权势滔天的婆婆的亲生儿子。在熙的野心很大，她为了让一向自卑的俊赫当上总统，准备了一系列的计划。回到本章，李雪来到在熙的工位上，将一份文件放在桌子上后，注意到了在熙的全家福照片。她到底想要干嘛呢？暂且我们还不得知。另一边，在熙和俊赫一番激情后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的电话吵醒了他，而来电号码正是明姐。很快，担心明姐的在熙就来到了明姐家。刚进门，他就注意到现场一片狼藉，胆战心惊的他继续向前后，还发现了死不瞑目的明姐。这时医务人员和警察也来到了这里，为了维持现场完整度，在熙只好离开了这里。深夜里，小普打断了老曹的好事，告诉他家里出事了。老曹事到如今还不知道是自己哪个家出了事，他的家可多了。小普只好拉老曹上了车，路上再慢慢说。第二天一早，美术馆的代表朱岩正在训斥着美术馆员工多恩。多恩被训斥了一顿后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准备下午休息一下缓缓，叫一个跑腿帮忙把文件送到殡仪馆，也就是在熙如今待的地方。不久后，在熙接到了多恩的电话，原来多恩本来想叫跑腿，但是李雪却拦住了他，亲自带着文件来找在熙了。在熙得知消息后正准备离开，却迎面撞上了姗姗来迟的婆婆。婆婆和老曹在祭奠死者时，老曹的情妇带着小曹也来到了这里。小曹是个非常恶劣的孩子，虽然说明姐并不是他真实的母亲，但是小曹应该表现出悲痛的样子才对，因为外界并不知道老曹出轨的事情。在情妇好说歹说，最终还拿出了钱的情况下，小曹终于答应演戏。婆婆祭奠完明姐后，拉着在熙说悄悄话。她通过一些手段拿到了明姐的手机，而密码也已经被她破解。在熙拿着手机观察起来，只见一个叫做死女人2的联系人在明姐去世前给她发来了3段小视频，里面的男主正是老曹。另一边，俊赫也因为上司的关系知道了这件事，他还没发表几句自己的想法，上司就转移了话题，怀疑俊赫买了收视率。俊赫也是气得不行，家里的保姆在收拾东西时，突然看到在熙留的纸条，让俊赫在醒了之后给他打电话。在熙和婆婆的悄悄话聊天也结束，婆婆驱车离开时，正巧李雪带着文件来到了这里，而情妇正拉着小曹大飙演技。她见到明姐的遗像后，又是哭又是闹的，做作程度让一旁的老曹都看不下去了。再加上情妇的身份敏感，于是老曹让小普帮忙将情妇赶走。在熙大老远也听到了情妇的哭闹声，他跟着声音寻过去，结果看到小普强拉着他离开了。而李雪不知为何也一直尾随着在熙。小普将情妇带到了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后，让他别再装了。情妇果然止住了哭闹，之后怼了一番小普后，去到了旁边的厕所。在熙趁此给小普发去短信，让他先去照顾老曹，别再管情妇了。在熙跟着情妇来到卫生间，李雪则尾随着在熙来到了卫生间门外。情妇方便完后，终于看到了在熙。在熙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怀疑他就是那个死女人2号，是导致明姐死亡的直接原因。见情妇小嘴巴巴个没完，气愤的在熙直接当场就要溺死情妇，所幸情妇在最后关头推开了在熙。在熙看他好像还很有理的样子，拿出聊天记录和小视频，顺便又给了情妇一巴掌。没想到情妇真的很冤枉，他看到聊天记录后告诉在熙，她是死女人1号，死女人2号是一个叫做卢英珠的女人。在熙愣住了，他在聊天记录里果然找到了还有个死女人1号的备注，看来情妇似乎真的是被冤枉的。情妇知道老曹很可能会因为这件事名誉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让在熙多帮忙，毕竟说好的要将老曹和俊赫打造成命运共同体，而两人谈话的一切都被外面的李雪听了个一清二楚。另一边，婆婆正在召开大会，她的家族家大业大，自然不缺从商和从政人员。签完股份转让合同后，几人聊起正事，一旁的人问起如今老曹的事如何处理，婆婆则准备先让交好的一周日报先出个专栏，引起群众对她的同情心。一旁的总编觉得，如果要将这件事做好的话，一定得让俊赫来播报。如今俊赫的声势强大，支持他的人也很多。婆婆虽然和俊赫不对付，
但是如今的情势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李雪正在敏姐的祭奠会上发呆，见到小普出来，她不知有什么目的，将文件给了他，让他转交给在熙。此时的在熙来到了医院，他是来找自己的父亲，但是在熙爸已经失忆很久了，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鞋子，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心结。在熙小的时候想要一双品牌鞋子，但是在熙爸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在熙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回想起之前的事情，当时婆婆也跟他说过父亲的事情，当时他还没有彻底过门，婆婆就开始了对他的洗脑。为了打压在熙，婆婆将公公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其实公公只是他家之前的一个司机，而俊赫则是公公在工地阿姨那里接过来的私生子。说了这么多，婆婆的意思就是警告在熙认清自己的身份，俊赫尚且身份低微，而嫁给俊赫的在熙就更不用说了。这是秘书找上婆婆，自己人已经被判为无罪，婆婆也不意外，做父母的终究会输给自己的孩子。在熙爸为了让在熙嫁到他的家族，30年如一日的清白法官生活终于为在熙破了戒。回到现在，在熙从医院离开，回到自己家中，从小提琴老师嘴里得知俊赫似乎是去打篮球了。不放心的在熙给俊赫打去电话，但是仍然没人接。之后在和儿子吃饭的时候，小普给他发来短信约他见面，顺便将那份文件交给在熙。两人谈话中透露出几个重要消息，原来小普就是在熙的前男友，只是因为在熙受够了贫穷的生活，他必须借着俊赫进入成晋集团。在熙委托作为地方检察官的小普帮他查找名叫卢英珠的女人，他怀疑敏姐的死和这个女人有关。此时的俊赫确实刚打完球，只不过在结束后，他鬼鬼祟祟地走到了一个车前，确认四下无人后钻了进去，果然还是给在熙戴了绿帽。第二天，在熙因为一些问题找上印刷厂工作的公公帮忙，公公推脱不过，正准备帮他时，突然发现画册中夹带着一份文件。在熙打开后，只见上面有个便利条，原来是李雪想让他帮忙看一下自己的论文。此时的李雪正在沙拉店买着沙拉，不过不是为他买的，而是为美术馆代表朱颜买的。朱颜此时来到了公司，得知了李雪去买沙拉后，他显得有些轻蔑，随意地翻看起李雪的工作文件，结果在里面发现了在熙一家3口的合照。这时李雪也回来了，见到这一幕，他气愤地让朱颜给他道歉，这让身为代表的朱颜没反应过来，一个小讲师竟敢对他这个态度。李雪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眼看两人就要大吵一架，路过的婆婆制止了两人。之后婆婆单独找朱颜谈话，她准备将在熙的儿子交给朱颜和准日夫妇领养。朱颜不想接这个差事，但是在婆婆的淫威下，她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另一边，在熙接到了小普的电话，小普告诉他似乎找到了卢英珠，这让在熙一头雾水，找到就是找到了，没找到就是没找到，为什么小普还要加个似乎呢？此时俊赫还在睡觉，领导给他打来的电话，他也是拒绝接听。小提琴老师好心帮他拿起手机，结果再次被他拉进了被子里。和俊赫不同，领导正非常发愁，见后辈觉得那件事没有报道的价值，他告诉后辈，卢英珠是大保健会所的小姐，和总检察长候选人老曹走在一起，这件事的关注度绝对不会低。后辈看着领导放出的图片陷入了沉思。朱颜很好奇李雪是怎么有在熙全家福的，他经过调取监控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画面，很快他就以此为由对李雪的工位进行了大搜查。时间来到晚上，在熙接到了很多电话和一个短信，电话是多恩打的，代表怀疑李雪偷了东西，让他明天来看一眼自己有没有少东西。短信则是让他偿还密室钥匙。第二天，正当明姐准备出殡时，在场的记者们却都接收到了老曹的出轨小视频，老曹瞬间被记者们围个水泄不通。原来这就是在熙策划的，他伙同情妇准备将这件出轨的事情描绘为阻止检察院改革的政治阴谋。情妇模拟了一遍台词后，直接走到了记者们面前，承认自己就是视频中的女人。时间回到那天，小普给他打来的电话，他告诉在熙卢英珠已经死了，这让在熙很奇怪，那死女人2号的视频到底是谁操控卢英珠的账号发送的呢？回到现在，婆婆一家族人都在等待着在熙到场，然而在熙选择性忽视掉了俊赫打来的电话。这时秘书告诉婆婆，关于准日的逮捕令已经下来了，这让代表直接没好气地离开了现场。在熙扳回了一局后，约婆婆在密室见面，这次她想要的更多了。
如果婆婆不愿意帮她，那么准日就会直接被拘留。婆婆的权威在此受到了挑战。本章完。在下一章中，婆婆为了对付在熙，竟然掏出一把枪指向她，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下章再揭晓吧。如果喜欢七家，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并关注七家的频道，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